一股冷空气骤然南下，席卷了本就潮湿的沿海小城。故事就要从小城中的3个年轻人说起。一个百无聊赖的午后，女孩云乔趴在桌上听着收音机，小镇上的一切都让她提不起兴趣，最向往的是外面的花花世界。文艺青年多少都有这毛病。云乔和妈妈住在一起，她还没出生，亲爹就跑了。家里和这男人有关的，只剩云乔偷偷藏起来的一张照片。这天，云乔穿上自己最喜欢的明黄色西装，坐着大巴来到城里，结果就是为了到商店偷东西，最后不出意外被人赃并获。云乔被保安带到屋里问话，他不理会保安的问题，站起身在屋里转了一圈，问保安这个有床有衣橱还有灶台的地方是不是他家。不等保安回答，就继续发出灵魂拷问：你真的愿意在这儿待一辈子吗？这突如其来的反客为主让保安有一瞬间的愣神，他想不通自己一个勤勤恳恳抓小偷的保安，为什么要遇到一个愣头愣脑的文艺青年。这时云乔的姐姐云舒急忙赶来，使了一招狐假虎威，把云乔捞了回去。母女3人坐在一起，话题回到了还没结婚的云舒身上。云舒一直在城里打拼，云妈着急她的婚姻大事，觉得女人总要有个男人做依靠。云舒听得耳朵生茧，反驳说自己总不能像她一样，随便找个2胎还没生下来就跑了的男人。云妈闻言撂下碗筷进了屋，饭桌上的气氛顿时凝滞。晚上，云乔开始了工作，她拖着音响到小公园，摆了个卡拉 OK 的小摊子，来光顾的都是广场舞大爷和大妈，但还真别说唱的怪好听的。大爷大妈们唱 K， 云乔就百无聊赖地嗑着瓜子。隔壁摆摊烧烤的小伙子时不时看向他，眼里含情脉脉，还带点娇羞。小伙子名叫秦升，云乔也不避讳地看回去，两人的目光相撞，火花带闪电。这时一个小混混带着人来砸摊子收保护费，秦升虽然害怕，但还是挡在了云乔面前，最后免不了挨一顿毒打，却也因此得到了云乔的芳心。翌日，云舒带着男朋友回到家，一起带回来的还有当下最时髦的彩电和冰箱，引得邻居们一阵羡慕。但云乔是左右看这个姐夫不顺眼，便招法的找了一番茬。很快，云乔和秦升在黑不隆咚的电影院确定了恋爱关系。云乔问秦升想不想去海城，不是去逛一圈，是永远离开小镇的那种。一番活成一部电影的文艺言论让烤串小伙秦升摸不着头脑。不过爱屋及乌，云乔喜欢的他都喜欢，云乔向往的他也支持。除了和秦升在一起，云乔大多数时间就是在家摆弄着自己那个小收音机。姐夫带来的那台大音响引起了云乔的兴趣，他将磁带放了进去，听到动静的姐夫推门而入，一边帮云乔调试音响，一边偷偷瞄着他。云乔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，姐夫也在这个时候露出了獠牙，不顾云乔挣扎侵犯了他。云乔绝望地看着天花板，直到姐夫离开，他颤抖着推开门，戴着氧气面罩的妈妈正大口喘着气。兴许他听到了云乔的求救，只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没有阻止。云乔来到公园，告诉秦升自己要去拿回被混混抢走的钱，然后离开这里，永远不再回来。秦升好奇发生了什么，云乔却不愿多说。这时，经常对秦升施暴的情妇跑了过来，二话不说就上手打了他。这几巴掌让秦升红了眼睛，他不管不顾地拉着云乔离开。两人来到混混的场子，秦升视死如归，拿起一根烧红的铁棍冲了进去，结果却发现躺了满地的小混混。警笛声响起，云乔和秦升顾不得多想，拿了柜子里的钱匆忙离开。两人没看到的角落里，一个男人拿着把沾满血的刀喘着粗气。这就是我们的男主吴峰了。拿了钱，秦升载着云乔撞翻了姐夫的抽奖台子，随后两人便扬长而去，一路疾驰前往海城。风和自由的味道让两人情绪激动。云乔虽然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，但他的未来没有秦升了，因为一场瞬间发生的车祸。车祸的另一方是本片的另一个女主李麦，她是个颇有气质的舞蹈生，参加完最后的毕业演出，李麦就要在日本男友小村的支持下远赴海外，在更大的舞台上闪闪发光。然后这场车祸却打碎了她的美梦。车祸的双方都有责任，云乔和秦升闯了黄灯，李麦和小村忙着互相对视，没有看路。车祸带走了秦升，也断送了李麦的舞蹈生涯。就算她恢复得再好，都无法像以前一样做出高难度的舞蹈动作。小村得知这个消息后，留下一句对不起，离开了李麦，更别说带她到日本。不愧是你啊，小日本子。李麦没敢将这个消息告诉母亲。不久后，能下地走路的她来到曾经的舞团，却被团长告知舞团即将解散。团长教了半辈子舞蹈，他看得出李麦没办法再跳舞，便提出让她和自己在一起，两人一起南下投靠亲戚。李麦不想放弃跳舞，拒绝团长，后头也不回的离开了。失意的李麦来到酒吧，一个油头粉面的公子哥前来搭讪，虽然一看就是烈焰无数的海王，但他提出的条件确实诱人。公子哥答应李麦帮他引荐新加坡的舞团，在此之前他可以到一家酒吧练舞，顺便还能赚点外快。李麦实在漂亮，也实在简单，他就这样相信了公子哥的话。
并和对方打得火热。就在他做着到新加坡舞团发展的美梦时，一群要债的找上了公子哥，限他3天之内还清，否则缺胳膊少腿选一个。到了这个地步，李麦不想着远离渣男，反而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替他还债，结果就是人财两空，男人一声不吭的逃了，就连欠下的酒钱都要李麦补上。祸不单行，李麦母亲病情加重，急需一种昂贵的进口药。走投无路的李麦来到一家夜店，希望能面试领舞。老板毕司令看着他腿上的疤，表示露胳膊露大腿的舞不适合他这种学院派，并向他推荐了一个人。李麦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，但他没有办法。两人见过面后，李麦将人带回了家，结果这个老头因为过于兴奋直接猝死。与此同时，李麦接到新加坡舞团邀请他面试的电话，看来公子哥在这一点上没有骗他。但这个消息来得太晚，李麦差点下海不说，屋里还有个死人。从闪闪发光的舞者沦落至此，在现实和尊严中苦苦挣扎，说不绝望是假的。他行尸走肉般离开家，在冰冷的雨夜起舞，也曾想过一了百了，最后却被心底的自己唤回。李麦回到家，发现房间的尸体不翼而飞，他有一瞬间怀疑刚才的遭遇到底是真是假。镜头来到男主吴飞，他是个小号手，但这个特长并不能让他吃饱饭，于是吴飞便偶尔跟着大哥给毕司令当马仔。那只小号也被用来给欠债的人吹哀乐。吴飞住在李麦家对面，常常透过窗户看他跳舞，暗恋春草般在心底疯长。这天，大哥神神秘秘地带着吴峰来到磁镇，说有一笔大生意，干完这一票能歇3年。吴飞嘱咐大哥不要和毕司令走得太近，这些老大个个都不是善茬。这次的交易，大哥是背着毕司令的。两人来到赵四的场子，殊不知对方早就和毕司令打过招呼，合计着要教训大哥这个吃里扒外的下属。一场械斗随即发生，混混们个个不要命似的往上冲，大哥和吴峰也拼命反击，白刀子进红刀子处，最后大哥被混混们捅死，在场的人只活了吴峰一个。这不是富贵险中求，这是富贵拿命求。就在此时，云桥和秦风来到了游戏厅，慌慌张张地拿走了钱。半年后，吴峰回到海城，他跟踪毕司令想找他报仇，结果却被对方发现，四处躲避的时候意外结识了云桥。这半年云桥过得并不好，秦风的死成了他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。他不仅要离开小镇，现在也要离开海城。云桥将自己的心事悉数讲给了眼前这个陌生人，或许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人倾诉。不久后，吴峰接到了毕司令的电话，让他带着那日拿走的钱来换自己活命的机会。吴峰赴约前将一封信交给云桥，请他过了今晚将信件送到警察局。吴峰来到毕司令的地盘，过五关斩六将，杀了几个小喽啰，最后一不做二不休干掉了毕司令。身受重伤的他回到家，无意中在窗口看到了李麦房间老头倒在地上的一幕，他手上的人命已经数不清。于是趁着李麦出门，吴峰载着老头的尸体来到郊外的荒山，挖了坑打算将他掩埋，自己却失足滑倒在坑里，就这样再没起来。翌日雨过天晴，李麦退掉房子前往新加坡，准备开启新的生活。可能他永远都不会知道吴峰的存在。云桥也准备离开海城，他在收音机里听到了吴峰的死讯，成了唯一为他落泪的人。最后，任何解说都无法代替原片，好作品值得您完整体验。